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改造房子了，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困扰的问题，把我们给难到了。主要就是我们现在改造房子需要拉大量的材料，而且材料它是无法拉到我们房子内里去的。如果说往那边拉过去的话，那个落太窄了也拉不过去，就算能拉过去也没有地方堆放。我们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把材料拉到我们自己的这块地里面去。然后我们前面的话可能要去弄一些泥巴沙子来把这里给停下来，让一辆车能够正常的开到我们这块地里面来。这块地直接开到这个位置，但是还是需要一段的距离运到我们自己房子那里去。到时候看一下能不能用斗车拉过去。如果说我们把材料带在这块地里面的话，这些枫藤李啊，还有这些柚子树，都要把它重新移到其他的地方去种起来。大概到时候车是可以直接开到这里来，把材料倒在这里啊。可能这个位置也堆不了多少材料。然后我就是想了一下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位叔叔家的地给他租下来？买的话肯定是买不下来的，因为他之前跟他谈过，说要5万块钱。买的话我们就不要想了，因为之前他说5万块钱卖给你，如果说你现在还想买它的话，至少10万。他的东西我们尽量不要去碰。如果说以租的价格，100-200块钱1年，他愿意租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租个1年挣2年的。然后这块地就比较宽了。如果说把它这块地租过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从我们地里面直接把材料堆到这里，然后把这堵墙给它敲开，我们就可以把沙子水泥放在这里后，用斗车拖过去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个民宿这里是不要的，我们到时候会拆掉，拆一半留一半，外面是留来做我们的院子的，里面的话就会进一个厕所，还有一个杂物间。如果说材料能拉到这里了，我们的这个运输费至少可以省个1-2万吧，是吧？如果说他这块地愿意租给我们使用的话，我感觉就算是200、300、500块钱1年，我都是愿意接受的。因为主要就我们现在租这块地的目的不是用来种菜，主要就是用来堆放材料、运材料之类的。然后租过来以后，我们可以前期把这里给它挖掉以后，我们也可以把材料直接运到这里来。的话，我们这里改造后面的这个厨房，还有上2楼的话就比较容易了，因为这里堆放沙子、水泥，在这里再搭一个桥上去，是不是？到时候盖板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沙子、石粉嘛，所以说这个位置是最适合用来堆放材料的。然后这个茅坑呢，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租给我们了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全都停掉，把这里的泥巴全部挖到这里来停，应该是够了的啊。其实我们租的话就需要租它这2块。对，大家觉得2块地的话多少钱1年合适？他租上面和李兄弟那么大的一块地是480一年。480一年，就算是480一年，我也愿意租，因为主要是我们现在需要用的这块地来运材料、堆材料，是不是？对，别看是480，其实如果是这块地租下来了，那节省的可不是480。对，那节省的至少是上万呀。对，然后我们这里需要运材料，在这里不仅需要运材料，而且我们这个房子拆下来的一些木头啊，也得往这里堆放。因为我们本来我们自己的空间就小，没地方堆。我们房子还没建好之前，里面收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堆放在这里。所以说，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。如果说这块地租不下来的话，那我们改造房子可能就比较困难了。所有的材料都得堆在我们租房子那里，而且租房子那里空间也是有限的。如果说堆在那里的话，再来拉材料来，连车掉头都掉不了。所以说现在也是这么一个问题，需要我们去解决。
就不知道叔叔什么时候上来，我们要跟他谈一谈，看他愿不愿意。如果不愿意的话，我们也只有是倒在我们自己的这块地里面。对，而且我们租了这块地，我们也要跟他说清楚，我们到时候要堆放材料，要开车过来，不然他以为我们只是做来种菜，到时候不让我们堆放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你看，你花高价钱租了他的地，他又不让你堆放材料，又不让开车过来，那样我们租他的地，那也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说，这些前提条件一定要跟他说好。我们做的这个地的目的，我们是用来堆材料，也要得到他的允许吧。对，而且也要跟他说清楚，我们到时候租过来了之后，这里的分界线要给他标明清楚，还有这里看他愿不愿意让我们一起给他填平，因为到时候开车过来的话，这里有一个阻碍的东西，车肯定开不过来。他上次说过，他说他有时间了都要来把这里挖平嘛，所以说我们来给他挖平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？到时候都要跟他说一下。至于边界的问题呢，其实这里是很分明的，因为这里是砌的石头，谁也动不了，所以到时候我们开车的话是往下面像这样转上来，这里的边界是不动它的，那里也是有边界的分界。就算不知道的话，这里对出去就是我们的茶室的这个边缘嘛，所以说这里也是分得清楚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租它这块地，就这里利用的比较多，到时候那些沙子、水泥都可以卸在这里，就把那个墙一敲开，就可以用斗车给拖过去了。对，相当于我们的材料直接运到家门口了。那边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那边的话太窄了，而且中间也有一户人家不让我们过。对，那边3轮车都过不去，主要就是有一户人家他不让我们往那里过，我们花钱免费给他硬化运纸，他都不愿意，所以说我们拿材料堆放材料，他肯定是不愿意的，而且他的地方也有限，你那个3轮车那一车材料来到这里就已经堆满了，所以说那里也是不现实的。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块地给他租过来，这里这一块和那里那一块2块地都是在我们房子这里，不管他那里修不修路，我们租过来了之后，先把我们自己的房子给做好。对，我们现在修房子，要把这些边界全都给它扯清楚，扯清楚以后，我们该怎么改造我们的房子就开始动工了。他这块地呢，至于租不租给我们还是个未知数，我们看一下他改天有时间上来的话，如果说他只要愿意租，我们马上就把钱付给他。所以说我们这2天也得先换一点现金来，没有现金的话，到时候他来的时候可能答应了，等他回去考虑了一下，他又不愿意了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后患的东西给他排除掉，是不是？我在想，万一我们把他这块地租下来以后，我们邻里关系越来越好，他就不跟我们去纠结那个边界的问题了。可能这样的话也是两全其美，是吧？因为他们自己的儿子也想来修房子，像这样的话，他们以后要用我们这块地，我们免费给他们用，他们也可以这样拿材料过来。我也是希望邻里之间的关系嘛，尽量把它处好一点。就算他们以前有再多不对，我们都不要再去计较。如果说你计较一下，他计较一下，是不是这个邻里关系永远都处理不好了？人生嘛，本来就是尽量去往好的方面去想，是吧？